嗨，我是花板。最近重量级 Andy 被踢出频道的事情，让我看到了10年前的自己，我们都犯了同样的错误哎。今天来讲我从创办人变员工，狠狠被踢出公司，一夕之间失去一切的创业鬼故事。自己想用自己的血泪经验提醒所有创业、合伙、开公司、做生意的人，你一定要避开的恐怖陷阱哦。如果喜欢影片，欢迎订阅，也可以加入会员看更多影片哦。创办人却没担任负责人，也不是最大的股东。这次 Andy 的事件呢，我们可以看到 Andy 说他是频道的创办人，他担任主要的企划、剪辑，决定了频道的风格。结果他的股权只有25%，所以他根本无法掌控公司。我是22岁还在念大学的时候创办了一家公司，叫东京卓一，是当时台湾营收最高也最火红的网拍品牌哦，应该是很多7、8年级生的青春回忆。国中就买过，你国中就开始买了？我刚会用网拍的时候就买过。我现在都会听到很多人跟我说，我从小是买你衣服长大的，就是从国中、高中，很多人都一路买到当妈妈还在买。我舅妈也买过，就是我身边的女生以前都买过。对，因为东京卓一称霸了市场10年，都是网拍的龙头，所以基本上应该是一代人的青春啦。然后东京卓一高达20亿的年营收，然后已经准备要上市喽。如果上市之后，预估市值会破100亿，也会成为台湾第一家上市的电商品牌。那我看到 Andy 的状况是，他为了专心创作，他把财务交给女友的家人处理，结果张妈妈拿了50%的公司股权，变成最大的股东。然后 Andy 只占25%，完全没有公司的掌控权，被踢出去之后就一无所有，变成只是领了10年薪水的员工哎。然后我当年的状况是，东京卓一是由我创办、注册、登记的，后来才拉男友加入帮忙，所以他才是员工嘛，对不对？而且后来要扩厂的时候，也是由我去贷款2700万，担任保证人的。我大学还没毕业就扛下了这笔天价的贷款。好多哦！我记得我在签名的时候手都在发抖，想说我指定了，我要是不成功我就完蛋了，超恐怖。那个时候我还数说几个零啊。那2700万要干嘛？就是那时候决定要盖自己的办公室跟仓库，因为生意越做越大了，然后真的不能再躲在那个小房间，或是你本来在宿舍里，本来是在宿舍嘛，然后后来搬到那个透天厝，然后透天厝从第一间不够用就打通到第2间。又不够用，打通到第3间，后来要打通到第4间的时候，有人租，所以只好下定决心，好了，要不要弄一个自己的办公室跟出货仓？对，就真的要把事情搞大一点的跑。可是你要盖一个办公室，搞一个大仓库，就需要钱啊。对，虽然营业额已经破亿了，可是因为你持续要去进货，你也没有那么多钱，所以就必须要跟银行贷款。那个时候我就用公司的名义跟银行贷款。那银行放款的原因是因为你公司的营收已经破亿了，所以愿意放贷给你，可是仍然要担任保证人。所以要是赔掉了，那我就要扛下这笔债务。不可思议的。对，所以是由我扛下这个贷款的风险嘛。可是后来呢，结婚之后，因为分工以及上市要分散股权的各种考量，我就转让登记给配偶以及配偶的家人。然后那时候就傻傻的想说，啊，反正都是一家人了，都结婚了，应该没差吧？靠，超级有差！我跟你们讲，创办人一定要自己担任负责人跟最大的股东，你才能掌控公司。你千万不要轻易的把自己的资产登记到别人的名下，不管是老公、老婆、爸爸妈妈、公公婆婆、你岳父岳母，通通不要。因为法律上面就是去认说登记谁的就是谁的，你不要一直想说啊，你只是借名登记放在他们名下而已，反正都还是你的。可是你吵架翻脸的时候，法院就是认你登记给谁，股权就是谁的了。所以有一天如果你们感情生变啊，撕破脸吵架啊，那些股权就拿不回来了。所以这一点就是要提醒大家，不论男生女生，如果是你创业的，如果是你扛下风险的，结婚之前最好签财产分置，就是你的钱就是你的钱，我的钱就是我的钱，否则你就会变成夫妻共同财产，你很可能就直接被别人分走一半哦。就是为什么那个股权是这样分配？怎么会是妈妈只是来帮忙，结果他有50%？你说 Andy 只是委托张妈妈做账啊，帮忙做财务、税务什么，结果为什么张妈妈登记50%给自己？这个当然我们外人是不会知道的，也不会理解。该领5万5的应该是张妈妈帮你们做账，对，然后也许你们应该是要2个人1人50-50之类的，我们外界是猜不到为什么的。那根据后来张妈妈出来的解释，好像是有一点变成是说，哦，这是我开的公司，然后2位旗下艺人赚钱。我看他的声明有一点变成是这样子，好像这是一个经纪公司，然后你们2个就是一人占25%，然后由你们去赚钱，公司来规划跟经营你们，有一点好像是往这个方向去转移。那时候他们只被分到25%，当事人是不知道的。就是当初可能 Andy 跟嘉宁是同意的嘛，所以这里就有问题了。你是公司的创办人，决定公司赚不赚钱的关键，你不可以让别人直接变成大股东，变成你老板。你可能要自己占到80%，然后其他人20%，再怎么样，你觉得你们是男女朋友，你们1人1半，那也应该是50%吧？怎么会有一个外人空降占了50%呢？但是我也想过，如果我年纪小，然后我另外一半的妈妈说为了保护我们，我会不敢说，我觉得这样好像不太。你有可能就会哦，好吧，因为就像 Andy 说的，他觉得是他准岳母啊，对。然后就像我的状况也是，我觉得我们是一家人，我们都结婚啦，我们生小孩啦，等等，然后也已经共事这么多年啦，基于婚姻的信任嘛，就是会觉得好像没关系。对，那我现在就是要告诉大家，有关系，不要再这样想了。在这里想要请问大家，如果你是公司的创办人，你觉得像这种情况，你一开始要占多少趴才合理呢？欢迎留言告诉我。感情生变，创办人直接被踢出去，
Andy 跟嘉宁2人分手之后啊，他说张妈妈就把他逐出董事会嘛，然后还断他金源嘛，连工作最顺手的笔电都被回收连笔电都没有。对，我跟你讲这个剧本我超熟，因为我当年也是这样子被踢出去的。我是因为对方长期的情绪失控跟产生的肢体暴力的行为，我真的忍无可忍，所以愤而提出离婚。然后签字离婚之后啊，本来想说应该不会影响公司，结果离婚没几个月，我就被一封简讯开除。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就跟 Andy 一样被拔除董事，然后没有领到10年的资遣费，也没有分到这10年赚得高达好几亿的公司盈余，还连最后2个月的薪水都没拿到。然后呢，就派了1名员工来回收我当时的笔电，是不是一模一样？然后就交出去了。对啊，因为那是公司资产啊，还要签收单，就是交回笔电啊，所以你连你平常惯用的笔电都没有了。所以这个时候你才发现，哈，我只是员工，我什么都不是，然后这一切都不是我的，连笔电都不是我的。好扯哦！那你那天有疯狂打给对方吗？骂脏话，骂脏话，疯狂骂他什么也没有啊，就是能怎样？就傻眼啊，就想说，哈，我被开除了，我自己的公司我没有想过我会被我自己创办的公司开除。你们不是说好公司是你的？就我一直以为公司是我的，没错。但是大股东就是已经登记给对方跟对方的家人了，所以其实你在某个时刻已经变成员工，只是你自己不知道。所以 Andy 不是也是这样吗？他也一直觉得他是频道的创办人，他是老板啊。结果他也是被开除了之后才发现，哈，我是员工。可是不是有股份吗？有股份的话你是股东，但是你兼职员工，所以公司可以把你的员工身份开除，但你可能仍然是股东。所以现在 Andy 要用股东的身份去追讨事情嘛。可是他至少员工的身份先被拔除，那他就没有薪水了。因为股5万5都没有，没有啊，所以他才说他被断金源啊。因为你被开除之后你就没有薪水啦，然后笔电就被回收啦，然后这个时候你才发现公司其实不是你的，是大股东的。对方好像魔鬼哦。你可以想象那种心情吗？就是你拼死拼活为公司做了10年，然后一封简讯就把你踢掉，然后这时候你才发现这一切都不是我的。我想问一下，你要提分开的时候，你有计算过这一切有可能会？你说我要离婚的时候，我有没有想过对方会翻脸把我踢出去？对，没有，你完全没有想到会。因为我们有签离婚协议，上面有写公司是要给我的，所以你就会觉得公司接下来是要转让给我。那你们在协议这件事的时候，他有没有就是不让步的感觉，还是就好，就很和平的协议好？我们协议的时候，他就是很坚持，他要拿所有的钱跟财产，很爱钱的感觉。对，就是钱他要先拿，房子他要先拿。可是呢，因为公司一直都是由我在经营的，所以变成是我拿公司。对，那我当时本来也有抗拒一下，变成是哈，你把所有的钱拿走，然后房子也拿走，那我不就等于什么都没有？可是后来想，但至少我有公司，我再重新开始赚就好了，因为毕竟它是赚钱的公司嘛。这个协议也对你很不公平。那你会觉得怎样？要钱跟公司都1人1半吗？1人1半，或是你多一点？可是公司1人1半就有个问题，就是我不想再跟你共事了啊，因为你就是我的猪队友。那你们钱也可以什么3-7分、5-6分之类的，就是钱是不是也可以分部分之类的嘛？对啊，可能钱7-3分，可是那这样子他就不把公司都给你咯，公司他也要7-3分，有的没的就很复杂。很难的问题对，夫妻财产真的很难分，因为每个人要的东西都不一样。他就是坚持要所有的钱跟房子。那因为想离婚的是我嘛，你知道，想分手的人都会比较让步，因为不然他就不签字离婚啊。所以通常你就会想说，好，那不然先给你，我们先离婚，那我拿公司再重新赚钱就好了。那钱先给你。会讲出这种话是真的太想离婚了，才会这样讲吗？一个是很想离婚，一个是因为公司很赚钱，所以你比较不怕。然后你也知道，本来就是靠自己的能力在让公司赚钱的，所以你也不会觉得说我一无所有之后我要再赚钱会很难。你没有想过对方最后会把你开除，然后公司不给你，这个就是最可怕的地方，就是你想不到啊。所以这一点就是要提醒大家，你千万不要把应该建立在法律上面的事情建立在感情的信任之上。亲兄弟明算账啊，无论你是情侣、夫妻或朋友的合伙都是一样的。不愿意跟你把钱谈清楚，说你很爱计较啊，说你很现实的这种人啊，绝对不适合当你的战友。愿意在合伙开公司的时候就跟你把钱谈清楚的人，才是没有想要占你便宜的人。所以我建议大家在合伙的时候就要把钱的事情全部透明谈清楚，到底谁领多少，谁可以分多少，都讲清楚，都签清楚，保障自己的权益哦。创办人为公司做牛做马，结果最后赚的钱却拿不到。大家都以为创办人或老板一定赚最多钱嘛，对不对？错了。Andy 说频道的营收应该10年来上亿嘛，可是他每个月是不是只领3到5.5万左右？这个月薪应该比很多上班族的薪水还低吧？对啊。然后当年东京卓一的年营收高达20亿，我也只是一直在领薪水，那10年来的上亿盈余我也都没有分到，那我也只是一个打工仔而已啊。这个不讲出来，真的没有人知道。你是领月薪这样子，就是我也是领个年薪啊。然后很多人就会问说，不是啊，10年你们怎么都愿意这样啊？然后你们10年都不去争取，那不是你们自己笨吗？我跟你们讲，因为创办人的心态啊，就是会想说，是10年来赚的钱都还在公司里啊，他没有不见啊，然后反正迟早都是自己的啊，那你现在也没有要拿出来用，你不会急着要领高薪啊、分盈余啊，因为你也没有要干嘛，你会想说，如果有要买房子啊，还是有要投资啊，有要干嘛？
嘛的时候再拿出来就好了，因为反正他都还在啊，他就在公司啊。分盈余这种事情是什么时候？这个就是很重要的地方。你会以为就一直放在公司，然后你要拿的时候再拿就好了嘛。好，结果你们可能就吵架撕破脸，那一整笔钱全部通通都不是你的了。所以最好一开始你们合伙的时候就要明定多久分配一次盈余。例如，好，每年赚的钱，我们是不是就分部分出来，所有的股东都可以分到？如果你跟你朋友合伙，然后每年赚1000万好了，然后你如果是30%的股东，你想说，我至少每年可以分300万吧？可是如果你们没有明定每年都要分配盈余，你是分不到这300万的，然后你就有可能就是一直在领薪水而已。那万一你是纯股东，你还没有挂员工，你连薪水都没有，你就一直在等说什么时候公司要分配盈余啊？就可能一直等不到。对，因为公司不一定会分配盈余啊，那你就要一直去争啊。那可是当你只是30%的小股东的时候，你争不到啊。这个就是大家合伙的时候都不知道的事情，然后这一点就是要提醒大家，创办人你一定要领跟你的产值合理对应的薪水，你千万不要因为觉得自己是老板，自己是创办人，就领很微薄的薪水，然后把自己变成廉价的员工，甚至很多老板还不知心哦，我告诉你，连薪水都没有。他们是真的觉得没差，那个钱没有进户头都，因为他会觉得我是在为公司打拼，然后我要领的是公司盈余，所以我不急着领月薪。那他们也知道公司盈余什么时候会领到吗？不一定。就你想领的时候，如果翻脸吵架就领不到了，可大家就没有想到会翻脸嘛。所以有很多老板或者是什么共同创办人，然后做事做得很辛苦，然后替公司赚很多钱，可是他是没有知心的，就刚开始不计较啊，然后不要增加公司的人事成本什么的，你都一切都是为了公司好，为了公司想说让公司赚最多的钱，大家之后再来分，惨了，你有可能就根本就分不到，然后你还常年没有领薪水，这也太不计较了吧。所以一开始真的就要计较啦，这根本就不是计较，这是本来就是你应该拿到的。很多老板跟创办人创业很辛苦嘛，对不对？可是因为他常年没有领薪水，所以对国税局或对银行来说，你是无薪人，你连信用卡都没办法办，因为你没有收入。对啊，我就有朋友是这样子啊，他就是跟朋友开公司，可是他没有支薪，你信用卡办不下来然后你也没办法贷款，因为你完全没有收入证明。那因为很多人在这个时候才会发现说，所以应该要打一个薪水给自己。好，结果就打个什么3万5给自己，打一个最低薪水嘛，对，然后你常年就被认定是赚3万5的人，然后你的信用卡额度也办不高啊，政府认定你是低薪然后你要买房子的时候才发现，我没有贷款能力我收入不高。对，所以老板有时候就是很光鲜亮丽，可是你会发现其实真的是比员工还不如。然后再来是呢，财务一定要透明，每年的盈余分配最好在你们的股东协议或合伙的协议的时候，就白纸黑字定清楚多久分配一次，这样你才可以真的分配到盈余哦。然后呢，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撕破脸、会吵架、会理念不合，所以在合伙创业的时候，最好明定退场机制，就是如果我们要拆伙的时候，或有人要退出的时候，应该遵守怎么样的规则？你说为撕破脸做准备吗？对，一定要做好最坏的打算，因为你真的不知道这个风暴什么时候会发生。这样子你们吵架要拆伙的时候才有保障啊。反正看到这里，大家一定会说你们就是真的自己很笨然后都不会保障自己的权益。对，我们真的很笨，因为我们都是第一次创业，然后都才20几岁的年轻人，我们真的不知道社会跟人心的险恶。我们就是觉得我们不会这样对别人然后就想说别人应该也不会这样对我们而且合伙的人就是你自己的配偶或者是情侣伴侣配偶的亲人什么的，你真的不会觉得他们会害你谁会想到鬼就在你身边嘞？我跟你讲，你只要创业变有钱了，你变有价值了，你身边的鬼超级多，到处都是鬼。好，然后我们讲出这种鬼故事，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再跟我们一样笨了，一定要懂得保护自己。被踢出公司，就算官司打赢了也没用。那目前 Andy 他们还处于各说各话的阶段嘛，然后不知道后面会不会走上诉讼之路这样。但是打官司是容易的事吗？听听我这个过来人怎么说吧。我当初签的离婚协议是白纸黑字由律师见证写好的，里面明定了对方拿走10年的存款跟房子，然后我拿公司67%的股权，当时的价值是13.4亿哦。结果呢，离婚之后对方直接违约，然后跟我说公司不会给你了，你去告我然后我才知道所以你白纸黑字签的合约也不一定有用。我是2013 10月签字离婚的，然后2014 2月我就被踢出公司，2016公司就被对方经营到快要破产，即将发不出员工的薪水，快要恶性倒闭了。太快了吧？对，为什么2年？我离开的时候，公司账上还有2.8亿的现金，2年就被烧光了，即将破产。太快了吧？拜托，不会经营公司就不要抢好不好啦？然后在恶性倒闭之前，对方就用2.5亿把公司卖掉了。大家有没有发现，就算这个公司即将濒临破产，它竟然还有2.5亿的价值？你就知道那原本它多么有价值。那他现在是用你那10年赚的钱在过生活？10年赚的钱，然后房地产，还有最后那2.5亿，所以他这辈子都躺平不用赚钱。那你养活了跟你毫无相关的一家人？我养活了一家人，我根本就是别人的摇钱树然后跟我完全没关系了。我就说我真的很像被诈骗我被吃干抹净，然后一脚踢开。
好，然后所以我后面就只好提告了嘛，对不对？这里有3个状况要提醒大家。第一个状况就是千万不要共同委任律师。我们当初是共同委任一个律师来做我们的离婚协议，然后签署并且见证了这个离婚协议的内容。然后上了法庭之后，我才知道这个见证律师竟然是有权不出庭当证人的。不然他在干嘛？对，我也是想说，你是见证律师你不用出庭见证吗？他可以。为什么？这就是为什么不要共同委任。如果你们是合伙创业，或者是你们是什么离婚要分财产，反正就是你们绝对不要共同委任一个律师，一定要各自找各自的律师。你们不要为了省钱啊、省事啊、方便啊，然后就找共同的朋友啊，或公司长期聘用的共同律师啊。后面你们吵架撕破脸上法庭的时候，这个共同委任的律师是可以不出庭作证的。可是这样超怪的耶，就是他见证，然后他可以不用出来。那他干脆也不要见证就好了。对啊，我也是觉得很扯啊。好，但其实这个是因为他就是2个当事人的委任律师，所以他可以用某一位当事人不希望我揭露他的隐私的这一条，变成他可以不出庭作证，除非2个当事人都同意你可以出庭作证，但只要有一方反对，他就可以不出庭作证了。但你们在吵架的时候，如果你出庭，我会有利，当然对方反对啊。因为我当时要求这个律师出庭，就是要来说明你是不是当时就真的是要把67%股权给我，然后你现在就是违约没给我嘛，那你现在就是要赶快给我啊。那这个律师是可以见证这件事情的，对，你当初就是要给人家才签的啊。好，那对方就反对嘛，那律师就出不了庭啦，那是不是就没有办法解释你们当初签的这个协议到底要干嘛？那我就处于不利面啦，所以等于没签。对啊，没有人帮你见证，就变成各自解读上面文字跟当初签这个协议是为了干嘛，就开始有很大的解读空间了。那这个当初签的这个律师却没有办法出来见证说当初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就等于白签了，是不是很气？所以我才说绝对不要共同委任一个律师。你要想到你们有可能会撕破脸，会吵架，好，所以一定要各自委任自己的律师。然后我跟你讲，就算这个共同委任的律师他出庭作证好了，你也不敢保证他会站在哪一边，对不对？你怎么知道他是挺他还是挺你？万一他挺对方嘞，他整个事情凹过来讲嘞。哇，律师你有没有想过？好可怕哦！你怎么知道他们私下怎么交易，或你怎么知道他跟谁比较好？有怕他还收钱？不知道 ，you never know。所以如果今天他出庭见证，然后他还说哦没有啦，这个当初不是这样，你不是完了？万一他帮他，然后他还是见证律师的时候，你还更惨。这个平常应该不会想到。对，就是因为大家都不会想到，所以我一定要告诉大家，拜托，请各自找各自的律师，让律师一定会站在你自己这边，不要共同委任律师。你不敢保证他是哪一边的人哦。第2个要提醒大家的状况，事情被拖久了，要不要接受和解呢？我是2016提告的，2017对方被起诉了，开庭之后，法院倾向是认定这个离婚协议是有效的。打到了2023年，他提出要和解。好，大家想一下，你拿走了这10年赚的所有钱跟房子，又抢走了我13.4亿的股权，最后还把公司卖了2.5亿。请问你想用多少钱和解呢？你觉得5000万？所以刚刚这样加起来，你觉得5000万拖了你10年青春，你觉得你可以接受，对不对？没有，因为他是坏人。你是评估了他是个坏人，所以把金额压到很低，至少5000万吧。对，最少要1亿吧？你觉得最少1亿？对啊，因为你公司就卖了2.5亿，拿一半出来分也不为过。那前面10年赚的钱跟房子，还有那13.4亿的股权，我们就不跟你计较了。至少你那2.5亿最后卖的分一半。对啊，所以什么大概1.25亿或1亿左右，对啊，这样合理啊，还算可以接受，对不对？对。好，公布答案，对方提出用多少钱要跟我和解呢？50万新台币，太少了吧？这什么世界？这什么世界啊？当时还是傻眼吧，超级傻眼啊！在法院的调解庭里面，50万呢，台币哦，不是美金哦，同学。我想说，你合理吗？所以你真的是不会了解坏人有多夸张。50万呢，你是在羞辱人吗？我拿了我还要活吗？周品君拿了50万和解，我要不要去死算了啊？很扯哎。所以你真的是不用期待一个坏人要有什么良心啊！5000万1亿，不可能的代志啦。所以我当然是拒绝了嘛。这吃相真的太难看了，你到底要怎样？你这是吃人不吐骨头哎。对啊。好，那事情就是这样嘛，你就是时间被拖久了，对方就用很少的金额就想要和解掉，因为他就确定反正你被拖了那么久，你也花了这么多钱，最后应该随便拿点钱你也好吧，他就是有这种心理，甚至还用这个金额羞辱你。怎么样？50万拿不拿？不要没哦，50万哦，你现在接受还有50万哦，要不要？哇，他真的太嚣张了啦，好过分哦，太夸张了啦！而且他还是拿你的钱去打官司吧，拿你赚的钱。对啊，我没有钱打官司然后你拿了一堆钱然后来跟我抗衡然后最后这样哦，反正就是。
世界上的坏人真的很多，对，就是真的很可怕。所以这里我想问问大家，如果是你觉得多少钱你才愿意和解呢？欢迎留言告诉我。第3个提醒，胜诉的话就可以拿到钱了吗？因为最后法院是判这个离婚协议是有效的。好，你以为胜诉了吗？你可以拿到钱了吗？结果对方呢就跑去收购当初2016用2.5亿卖掉，然后在2023已经没价值了的股权回来，maybe 花了几十万之类的吧，然后他就没有法律责任了，他就告诉我股权现在在我手上啦，那你不是要股权吗？现在可以给你啦。因为当初签的就是股权嘛。对，签的就是我要拿67%的股权嘛。那所以呢，他就说好，那我现在买回来，那给你拿去吧，没事了吧？很像我跟我哥小时候吵架，然后我哥那个很屁的样子先抢走，然后你就去告妈妈，然后妈妈就说，你还他啊，好吧，还他，可是已经弄坏了，已经没价值了，然后丢给你，还你啊，我没事了吧？就没事咯，因为他把股权还你啦，而且他还说要不要赶快过户啊，你就不用再请律师了啦，你就跟我说一声，我就过户给你了，不用再浪费律师钱了啦。讯息公布在这里。好，看到这里，我知道大家一定会叫我去争取这个股权价差的损害赔偿，就是从13.4亿变成只剩几十万的这个价差的赔偿，对不对？好，我知道，我当然知道可以这样做，但是我告诉你们，坏人早就脱产了，所以就算你打赢，你也只会拿到一张债权，他要还你多少钱，你也扣不到他的财产啦，就是什么都拿不到。对，就算你打赢，你什么都拿不到，而且你还要再另起诉讼，还要再打不知道多久。我刚打这个东西确认那个协议有效，就打了6-7年呢，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有很多世纪大案，他可以打个15年，打到那公司都倒了，有的人都打到那当事人都挂了，然后水落石出，然后要干嘛？你当初超想离婚的，你还说钱可以再赚，然后你现在还要这样跟他纠缠不清。对，你还要跟他纠缠不清10年，然后最后再发现自己什么也拿不到。好烦哦，烦死了。好 ，OK， 我知道大家一定会一直要去骂那个坏人。我是觉得坏人有多坏其实不重要，反正骂他们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反正他们就是这样嘛。然后事情也已经10年了，对我来说，我早就认清现实，早就放弃了。我也知道我根本拿不到什么了，所以我早就重新创业，重新开始了。然后这个世界上要钱不要脸的人真的很多，他爽拿好几亿，就像诈骗集团一样，他不会良心不安，所以你怎么骂他，他也是不会痛的。我们没有办法阻止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恶劣的坏人，但是我们可以提醒更多人怎么样保护自己。希望不要再有人像我跟 Andy 一样努力了10年却什么都没有。我们不断重复这个血泪的鬼故事，是为了拯救更多人。受害者啊，一旦被欺负了，东西被抢走了，你就要花很多的时间、心力、金钱才能去追讨属于自己的东西嘛。很有可能花了很多年，你打赢了，最后什么也没拿到，或者是公司已经没价值了。这种事希望不要发生在你身上。然后也提醒大家，如果你遇到任何这种状况，东西被抢走、合伙撕破脸，赶快去找律师确定自己的权益。真的不要在不了解公司法的情况下跟对方私下谈判，然后又签了什么更不公平的合约，到时候上法院你又越来越不利。所以呢，创业最可怕的啊，不是赚不到钱，而是发现赚的钱最后通通不是你的，你只是个工具人而已。这个世界上的坏人真的很多，我们能救一个是一个。如果你身边有人创业、做生意或跟人合伙，或即将要合伙创业，请把这个影片分享给他，也许可以救他一命哦。我们一般人遇到的话，应该也走不出来吧？你说失去这么多财产，我就不行了。那你要怎样？跳楼？可能有几率吧。罹患忧郁症，再也走不出来。会，可是你还是要生活下去啊。然后你还有女儿我还在这种情况下在抢监护权，然后整天为了接送小孩的事情吵得要死要活的，然后闹上新闻，然后还要被骂说这个女的要闹多久？我是受害者我只是去争取自己的权益，却被大家说这女的离个婚是要吵多久啊？拜托一下，不要检讨受害者，我们只是在争取我们的权益而已。我不闹，我能怎样？对啊，就像 Andy 今天他不出来控诉，有谁知道他受害了呢？难道他就默默摸鼻子算了吗？你总是要出来控诉坏人，你才有机会争取你应得的权益嘛？为什么大家会觉得是受害者在闹事呢？闹事的不是对方吗？你就把公司给我，不就没事了吗？可是当时社会却一直觉得是我在闹，然后觉得这女的很烦，要讲多久，要吵多久，然后直到现在，我如果分享这件事情，还是会被人家说，到底重复的事情你要讲多久？同学，我到现在都没有拿到我任何的东西我再怎么讲也是合理的吧？对，而且我分享这些血泪也是希望可以提醒更多人不要发生跟我一样的鬼故事啊！真的。对，然后我已经走出来了，我现在过得也不错，也希望用我的状况告诉大家，如果你真的发生这件事情，拜托不要放弃自己的生命，只要你愿意从头开始，然后你的能力还在，你真的可以从零再来。我知道真的很辛苦，而且你会觉得不甘心，凭什么是我要从零开始？可是就没办法啊，你就是什么都没了，不然你只会更惨啊。如果我10年前我就躺平，然后放弃一切，也没有现在的魏老板，那小孩怎么办？谁养他？还给对方，然后呢，我怎么办？我一个人迟早最后一点点存款也会花光，然后呢，这样坏人不是更爽？被我整死了吧？
他只会更爽。所以啊，你只好想办法努力站起来，然后把自己的生活过好、活好，才是对自己最好的嘛。可是我会很希望对方去死我觉得我一辈子都会这样想你一辈子都会希望对方去死，就会觉得哇，他怎么还没死？他怎么还没死？我有没有这样子想呢？你觉得呢？大家自己留言吧，我就不好意思在镜头上面说了。有时候也很难讲，也许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吧。如果喜欢影片，欢迎订阅，也可以加入会员看更多影片哦。